你不妨先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当敌意已逼近家门，手里真正能握紧的是什么？是城墙，是枪炮，还是彼此相托的一口气？1949年10月1日，北方城楼上一声宣誓，让东亚局势猛然改道。同一天，南线战局像被推倒的骨牌般急速瓦解，第10兵团沿闽南海岸一路推进，福州、漳州与泉州的名字先后在地图上褪色。短短17天以后，厦门也陷落。汤恩伯率残部急撤金门，一座离大陆海岸不足2公里的小岛，窄小的宛若黑潮上的一叶扁舟。按兵棋推演，这样的孤屿断难承受钢铁洪流。在棋局里，它似乎只是一枚必被吃掉的子，没想到这枚小子竟会成为卡聂对手的关键齿轮。国际空气同样悲观。杜鲁门政府对国民政府的击毙与军心涣散颇感厌倦，外界普遍不看好台湾的命运。金门的守军基本等于在没有盟友背书的境地里独自应战，于是问题变得尖锐，真正的防线究竟在哪里？当优势火力、地理屏障与外援都不足时，还能撑住风暴的，也许只剩那点不肯放手的意志。古宁头很快给出了冷酷却清楚的答案。然而，在成为战场之前，金门首先是人们安身的所在。这里的红土偏硬又贫瘠，东北季风几乎整年不歇，可就是在这样的天候里，养出一代代不服输的族群。祠堂与宫庙构成聚落的轴心，南山、北山在战火染红之前，不过是普通闽南村落，红砖古厝相连，几代人的故事嵌在墙缝里。所谓幸福并不复杂，守好祖屋，让孩子平安长大。岛上的日常离不开海。古宁头一带自明代起即姓河，400多年下来，河田像棋盘一样分布。退潮时，渔户下田敲石翻河，潮水回涌便收拾工具回家。人们的生活节律与潮汐同频，那片海不只是风景，还是餐桌与灶火的根。金门并非闭塞之地，许多乡亲远赴南洋打拼，把血汗寄回家乡，村口遂拔起一幢幢番仔楼。中西合璧的廊柱与阳台既改善了起居，也成了家族荣耀的标记。金门人对动荡并不陌生，从倭寇到郑氏，再到清军与民国，他们一次次熬过来，于是愿望更朴素，只求岁月安稳。偏偏这种韧性会在暴风雨里化为最硬的盾。1949年夏以前，岛上依然宁静，风里的海味，灶间的炊烟，田畴的吆喝，以及断崖、长滩与双里湖湿地的原始美。战争像字典里的陌生词，离日常很远。直到6月，国军才开挖工事，铺设通信，静谧随即被脚步与引擎声割裂，一队队官兵进驻，军车隆隆驶过。对习惯潮声的居民，那些响动显得生分，人们其实心知肚明，对岸不时传来的炮响，已经在提醒，安逸不会久长，阴影正逼近。但这片乍看平顺的长滩，暗处藏着锋利。金门潮差大到足以吞噬轻敌者，退潮时海水退得又快又远。泥滩能把木壳船整排锁死，密室的花岗石民居，平时是家，战时转瞬就是碉堡。地图上被涂成平原的地带，对防御者而言恰是量身定做的堡垒。所谓主场之势，正等着傲慢者自投罗网。对士兵来说，愿望卑微到不能再卑微，不是建功封侯，只想活下去。大陆战场的连连败绩早把士气磨到见底。金门陌生，却是唯一的退路。身后就是台湾海峡，再退便是深渊，被逼到墙角，反倒逼出背水一战的狠。其实岛上主力为李良荣所部第22兵团，人手有限，装备陈旧，仅凭此力，胜算偏薄。命运在此转了一个弯，胡琏率第12兵团自潮汕海面赶来，带来的不只是兵力，更是整饬过的指挥系统与作战纪律。许多官兵头一回真切感到，这仗也许守得住。口号里的反攻当时还只是影子，眼前更迫切的是止血与求生。
这一役形同一次体制压测，指挥链条还灵不灵？不同系统能不能协同？外岛补给能否撑得住？答案都将在火线里验证，因为这不只是生死之争，更是中华民国4个字能否在孤岛上重新立住的考验。厦门失守后，空气更沉。解放军叶飞自信满满，把金门视作囊中物。他与大邓、小邓与围头架设炮阵，时不时来一轮轰击，像在提醒全岛风暴将至。为了横越海峡，他们临时征集上百艘木质渔船，硬凑成一支舰队，声势看似浩大，却也暴露出最薄弱的肋骨。守方并未闲着。根据截获的情报，袭击极可能发生在10月下旬，且北岸是最可能的登岸带，防御工程立即铺开。短短数周，军民合力在滩头埋下7000余枚地雷，筑起200多座土木碉堡，拉设铁丝网与反登陆桩，北岸逐步被织成一张钢铁陷阱。问题在于，双方对情报的理解天差地别，守方把线索变成公式、火网与时序，攻方却在连胜的惯性中轻敌，以为不过手到擒来。更致命的是，对手并不知晓第12兵团已进驻金门。叶飞以为眼前只是残兵败将，战略假设自源头便已跑偏，黑潮逼近，前方却横着一堵隐形的钢墙。1949年10月24日夜，厦门东北澳头外海一片漆黑，只有木船聚拢时发出的细响。数百艘小艇载着解放军第28军的82师、244、246、251团与84师、253团，连同船工共近万人，向黑夜深处划去。方案既简单又冒险，第一梯队近万兵分3路，自古宁头至龙口一线抢滩，力图在琼林附近斩断岛上交通，把金门一刀切后在3日收局。人人手里都有一张油印地图与渡海作战先锋证书，士气看似高亢。可破绽也裸露，4个团缺一线统一指挥，登岸后各自为战。船工临时拼凑，对潮流与海况陌生，补给假设更离奇，预期船队能够原船返回再运第2梯队，几无备用方案。这不是成熟的2栖联合作战，只是把陆战硬行挪到海上，轻慢往往要用鲜血付学费。而几乎在同一时刻，北岸另一端也在发酵一个伏笔。第118师当天于龙口一线进行反登陆演训，3辆 M5A 一轻战车加入配合，收操回撤时，66号车陷在松软沙地里拖不动，排长杨展与射手熊振球只得留车守候。谁也没料到，这门原该撤回的火炮，就这样被摆在敌人必经之途。夜风呼啸，沙滩渐冷，他们心里明白，这是最漫长的一夜。名义上的最高指挥仍是汤恩伯，真正坐镇调度的是高奎元。他把李良荣的第22兵团与胡琏的第12兵团拧成一股绳。岛上总兵力逾4万，远超对手推估。最后一缕希光引入海平，金门的拼图已经归位。接下来的56小时，这些人的抉择与血汗将决定岛屿与国家的命运。10月25日凌晨2点，北岸夜风里传来陌生的马达声，紧接着2枚红色信号弹刺破长空，战争毫无铺垫地闯入。受东北季风与海流影响，船队在夜色中偏航，原定的封腰方向被推离，反而撞向古宁头、龙口一带，而这正是守军攻势最密、火力最狠的区段。当第一批登陆兵踩上滩头，迎面不是空旷的，而是交叉火力，地雷、机枪与迫击炮把夜色撕成火海。安静的沙滩转瞬成了炼狱，混乱之中，最致命的敌人不是子弹，而是潮水，海面急退。数百艘木壳船被死死咬在泥滩上，瞬间成了守军炮口下的火把。近万人的第一梯队后路顷刻被切断。
彼岸第二梯队则因无船可用而难以过海，整套计划当场瓦解。岛上的住民在巨响中惊醒，躲在屋内颤抖，窗外的爆炸把地板震得作响，恐惧像雾一样笼罩整座岛。天色发白，战场轮廓渐明。尽管解放军在抢滩时吃了大亏，仍凭着狠劲占住龙口周边部分阵地，并沿村落向内推进，压向临错、北山一线。对守军来说，这已不是抽象的作战，而是生死存亡。军官在嘶吼中把队伍重新拉起，准备反扑。村舍间的巷战最能榨干体力与神经，厚实的红砖古厝与洋楼被瞬间功能转化为堡垒，子弹打在墙上蹦出火星。有时隔墙互投手榴弹，空气里只有硝烟与喊杀，谁都没有退路。就在江池当口，66号战车吐出第一团火，熊振球瞄向海面一艘装满弹药的木船，穿甲弹命中后巨响撕亮海面，那一瞬，守方士气仿佛被点着。与此同时，中龙舰等舰艇的舰炮对滩头密集覆盖，空中的 P-47在恶劣天气里低飞扫射，海陆空的火力像3把剪刀，把登陆部队剪在滩头，战场天平开始偏转。最意外的援军并非来自海上，而是从村里冒出来的。前线不断往后送伤员，军方医疗所很快爆满，关头一转，乡人站了出来，有人把门板卸下当担架，把伤兵从火线边缘硬生生拖回村中。宗族的祠堂原本神圣，此刻一律敞开，临时改作救护所。妇女烧水，丝布条在火光下包扎，老人端着热汤，孩子端着稀粥，一碗一碗的递。外头炮声如雷，祠堂里却涌起另一股暖流。这不是命令，也不是宣传，而是最朴素的共情。在乡亲眼里，这些流血的人是为了家守着的孩子。这份支撑不只补了后勤的缺，更把你不是孤军的观念直直送进守军心里。军民在此刻拧成一条命。10月25日白天，战斗火点集中在几个村舍，其中以临错最惨烈。解放军第251团凭借坚固民防死顶，国军第14师与第118师两翼夹击，却久攻不下。手榴弹与子弹在墙与墙之间狂飙，整条街化作死亡走廊。冲锋的乱流里，第14师42团团长李光前当先跃出，迎面中弹，倒在血泊。这是此役中守军阵亡的最高军阶者。李光前之没，使许多官兵红了眼，有人咬牙硬撑，有人带血再冲。战场把勇气这2个字刻得异常冷峻，他从来都是用生命换的。北山同样如地狱，对方占住北山古洋楼，并设为指挥所，居高临下，后墙掩护，守军伤亡甚重。这栋原属侨乡荣耀的建筑外墙很快布满弹孔，1楼1墙都得用血去争，时间在走，弹药在掉。指挥官心里明白，若让第2梯队如期上岸，结局就会翻转，必须快。10月26日拂晓，转机叩门。其一是天时，海军第2舰队司令李玉玺不顾恶劣海象抵达金门外海，旗舰太平舰的5寸炮一遍遍敲击敌方阵地，每一发落点都像重锤砸在砖墙上，掩体竹块被敲碎，人心也随火光散乱。其二是仁和，第12兵团司令胡琏在炮火中亲赴前线，他进指挥所逐一通话，各师接到的命令只有一句：今天必须解决战斗。这句话透过话筒像强心针一样打进火线，军心陡震，最高指挥官已在岛上，意味这仗只能赢不能退。天气略有转好，空军火力也开始发挥， B-24高空呼啸， P-47低空压制，不止打击岛上目标，还把炮火延伸至厦门与大邓一带的集结点与炮兵阵地，增援通道被一一切断。海、陆、空3军精密配合，终于形成决定性的压力，战场天平越压越低。6点30分，胡琏下达总反攻，海空军在外圈压制，岛上部队全线突击，临错、北山等顽强据点被作为重点打击。
号角再响，士兵沿着履带后扑进村巷。M5A1 轻战车在此刻像铁拳，逐屋轰断据点。对手缺乏有效反坦克武器，只得以血肉硬扛。爆炸与嘶喊仍在，但攻守的角色已经对调。至11点30分，林错告破，解放军被迫缩守古宁头与北山之间狭小区块，包围圈一层层收紧，粮秣耗尽，止于零星抵抗。北山古洋楼在炮火下崩塌，失去最后支点。战场之外还有更隐性的胜利元素。古宁头之一时，岛上尚无完备的民防体系，但战火激出的一连串自发行动，事实上就是全民防务的雏形。有人领路穿越田埂，有人推弹搬粮，有人抬伤返后，都在弥补军队在地形与后勤上的短板。而对方显然不习惯军民同心的陌生战场。在大陆，许多地方百姓躲避或依附强势一方，在金门，百姓与守军却站在一起，这种扎根的力量是对手低估的最硬防线。10月26日午后，胜负大势已定，对手被压缩在古宁头、北山一隅，弹尽粮绝，却仍凭惯性苦撑。守军判断不能再给对方哪怕一丝喘息，第118师师长李树兰指挥战车群猛攻古宁头村。夜空被火光染红至深更，敌军残部活动空间被不断压缩。约有1300人尝试沿小路向北岸断崖突围，妄图寻船反渡，但等待他们的只有黑夜与怒海。27日破晓，最后的总攻展开，海军舰炮轰鸣。M5A1 炮口火舌连闪，步兵呈波次推进，对手的抵抗彻底崩解，北岸沙滩成为终局之地。至上午10时左右，古宁头战役宣告结束，56小时的血战以守军的完胜收束。战史记载，解放军阵亡近3900人，被俘5175人，几乎全军覆没。守军亦付出高昂代价，阵亡1267人，伤者近200。尽管残酷，这却是1949年以来守军第一次也是最彻底的胜利。炮声停了，阳光照在支离破碎的村落，断墙、焦木与散落的枪械在泥地里交织。废墟之上，青天白日满地红，仍迎风烈烈。随后，清理与收容俘虏的工作同步展开，海滩边一队队战俘等候处置。捷报飞回台北，也送达当时在广州的中央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发来嘉奖电，肯定守军奋勇应战，重创来袭之敌。远在台湾的蒋中正在日记里写下：金门登陆匪军之歼灭，为年来之第一次大胜利，此真转败为胜，反攻复国之转捩点也。字里行间是压抑已久的振奋。古宁头挽回的不只是金门，更是溃散已久的军心。此后登步岛一战与古宁头相互呼应，终于止住兵败如山倒的颓势，东南沿海的防线稳住了。更关键的是，对手由此明白，渡海作战不是打3天就能拿下的轻巧买卖，其难度足以把时间往后拉长许多年。两岸分治的格局也在这座小岛的战火中被定下了第一颗铆钉。胜利并不能抹去痛，对金门人而言，家是保住了，却有太多椅子从此空着。村落被炸，田地荒芜，哭声与炮声纠缠进记忆。在西埔头，乡亲为缅怀阵亡的李光前团长，自发建庙奉祀为金门守护神，香火至今不绝。于士兵而言，这一役成为铭刻一生的烙印。不少老兵在晚年回忆时仍声线颤抖，他们讲到倒下的同袍、刺耳的炮鸣与遍地的尸体。胜利来得沉重，它既值得自豪，也值得哀悼，因为它提醒我们，国运之延续是以鲜血为墨书成的。回望整场战役，对手之败并不只由武器或战术决定，更是连串误判的总和。误判了金门的潮汐与地形，把复杂的两栖行动想象成陆战的延伸，误判了守军兵力，未料第12兵团早已在岛，误判了对手的意志，把对手当作惊弓之鸟，
最致命的则是误读人心，低估了军民同心的凝聚力与主场之势带来的优势。古宁头证明，最坚固的堡垒从来不是墙，而是人。军队与百姓拧成一条命，那条防线就比钢铁还难摧。因此，回答为什么难以打下台湾的第一个关键就在这里，最难攻陷的一直是人心。古宁头是全民国防最生动的注脚，尽管当时尚无此名。海军若未及时封锁海面，劈烂木船，对手援兵或已登岸；空军若不冒险出动压制对岸炮火，地面部队就难以延命。军民若不能合一，前线很可能撑不住。真正稳固的国防是军队专业战力加政府治理能力加人民意志与认同的合成，三者缺一，整体就会崩。70余年前，古宁头像一枚石子投入历史的湖面，涟漪一直扩散至今。它直接保住了金门，间接守住了台湾，也为此后数十年的台海格局定下基调。这并非神话，更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绝境中的守土意志，关键时刻的指挥抉择。海空协同的压制火力，金门独特的地理与地利，以及军民之间牢固的信任。同时，对手的轻敌、情报错漏与战术僵硬，也一步步把他们推向陷阱。把这些线索并起来，古宁头遂成为扭转走势的转捩点。但再往深里想，这场战争的价值并不止于数字与战果。一个政体、一个社会的韧性从何而来？答案很清楚，它植根于共同记忆、共同价值与守护家园的共同意愿。只要人心不倒，这片土地就不容易被夺走。只要愿意继续修补制度，彼此托付，胜利就会以一种更成熟的形态延续，不是对谁的胜，而是对灾难、对恨意、对遗忘的胜。